神大人，记住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伤势，否则便是有来无回。堂堂夜神竟然还会怕死，不好意思啊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先杀了你。拜见夜神大人。焦屠在哪儿？叫他出来。焦屠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夜神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属下找了您好久，都毫无音讯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怎么会被仙门那些废物伤到？主上没事就好。我等恭迎主上回归。你果然受伤了，还带了个仙门的人回夜族，还真是耐人寻味。您如此不顾夜族的安危，属下只好以下犯上。三界都在传说你逗留仙界，与仙界一低阶弟子勾结，助他拿神剑，还为他受了伤。我本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哼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受了如此重伤，还敢带仙门之人踏我魔心殿，根本就是置夜族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这夜神之问也是时候易主。那名洒扫弟子，把神剑交出来。我也想交出来啊！我身受重伤，如今法力大减，召唤不出来啊。那你们就去大牢里面好好休息。你若一日召唤不出来神剑，便就一日待在里面。好。这些卷轴记载着上古阵法，唯有找到那天长老们使用的阵法，才能助小妖洗脱罪孽，重回九重香。就是这个阵法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定然是有后手。依你多疑的性格，没有后手，绝对不会贸然来夜族。你悄悄告诉我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你就是我的后手。这算哪门子后手？时机已到。主上，属下焦屠来迟。这就是那个逃跑了的焦屠啊！不出主上所料，花玉营果然有谋反之心。我等早已设好埋伏，现已重新夺回魔心殿。花玉影去了哪里？花玉影带走了寒木归元石，退守至剑清圣地。主上，主上，你没事吧？叶晨渊，没事吧？这口温泉果真如此神奇，还可滋补身体，疗愈伤口。主上，您的伤势很重，属下这就为您夺回寒木归元石。若是强行抢夺，夜族必定血流成河。我自有办法。退下吧。是。没想到是三界生灵如草芥的夜神，倒还挺爱惜自己人的嘛。那当然，不像你们仙门里的师尊，对自己人亦心狠手辣。师尊才不是这样的人。
把青梨花还给我！就知道你没本事，抢不到。你怎么了？叶晨渊，你该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发现你身上这些伤都是为我受的。我会喜欢你这种愚蠢之人。少自作多情。那是最好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要杀你的。我此时如此虚弱，你为何不杀？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仇人，还是你只是口是心非的说要杀我，实则……别做梦了，那只是我们仙门中人救人的本能。把青梨花还给我！一个手环而已，那么在意吗？这好像与夜神大人无关吧？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当然与我有关，这是九重霄的东西，万一谁和你取得联系，对我夜族不利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东西先放我这儿了。你是在耍我吧？你今天必须把青梨花还给我！你给我！你还敢来？休想进去！何必大动干戈？我来不过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去找他，他倒来找你了。你来是要抢魔心殿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今你我势均力敌，若是拼死相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而且我想过了，我本就对你爱慕已久，如今正是我们共建夜族、强强联合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来是想来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那么震惊干嘛？我可是很认真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提亲？你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可若是我有来无回，这寒木归元石和剑晶圣地都会自毁。现在我有资格谈判了吗？看来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。那是自然。我拒绝。你有什么底气拒绝我？剑晶就在他手里，我只要能拿到剑晶，便可以开封神界杀了他。是我也拒绝，只有这么点好处怎么行啊？除非你先交出剑晶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考虑。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连着一条复魂锁，只有我们两人一同用神剑方可展开。只要有他在，即便你们成婚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我都得在旁边。这样还是有点尴尬的吧？所以是你想要？你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叶晨渊同意的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若是未来娶我，你们等着瞧。你想都别想。就3天，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解释你刚才的行为。解释什么？他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又能帮你恢复功力，还能给我剑晶，我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。白小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你弄疼我了！别说我与他人联姻共治，我更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当做交换的条件。我这样的人，叶晨渊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。
我拿你当交换条件又如何？再说，是你跟我说，只有叶族有剑姬，我才随你来的。我现在不杀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救过我。我白小莹一向恩怨分明。只是这样。我也有一颗曾经希望，你没有杀害我娘，也不是那个随意取人性命的夜神。吵个架都分不开，烦死了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是跟我吵架吵的吧？我只是尚未雨。那你还不赶快答应怀玉影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先去温泉，走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回春术练的一般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的灵魂破损竟然如此严重，这根本无法治愈啊！这是叶族的珍品补药，你多少喂他吃一点。我喂他，你看煮成这样，肯定自己吃不了，得有人瞧了用嘴喂下去。你不喂，难道我喂啊？我喂就算了吧。怎么还没喂完？将声拨弄情歌。我只是在喂你吃药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要干什么。那你倒是喂完。你都醒了，你自己吃。白小莹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其实，花雨影也没那么差吧？你是真不明白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是想拿回剑青。你要剑青，我可以帮你。此事，你以后不许再提。你的眸中混成烟火，冰冷星河偏偏选择别离。华云给的3天时间就要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不行，白小莹，
他发病昏迷，头脑不清醒，你得清醒。不该有的念头要趁早断。对不住了。他怎么了？这你还问？他重伤未愈，你不知道？料着叶晨渊威风一世，没想到竟被自己最相信的人亲手送到我的床榻上来。好，叶晨渊，你是我的了。等等，你得先把剑经给我。待我展开复魂锁后，人才是你的。行，但你得先让我好好看看。白小爷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交出寒木归元石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施了术法。若我没命，寒木归元石和剑剑圣地都会自我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我自己拿。叶晨渊，我花玉影不服。20年前，你来叶族，带我们攻上仙门，夺取剑经，然后你就闭关修炼了20年。这20年来，都是我和焦土在打理叶族。如今，你连功力也只剩1成，根本不配封你为叶神。等等，你说他闭关20年，那10年前，他也在叶族闭关吗？放肆！焦土，这20年以来，是我们在对叶族劳心劳力。他如今功力尽毁，你还要听他的吗？因为他是叶神，焦土只尊叶神。他可未必是真正的叶神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伤害至此？我们叶族的宝物剑魔印，可见真正的叶族之神。不妨请他出来见一见，看看这叶晨渊是否为真正的叶神。看来这剑魔印不认你，那你就不是叶神。焦土，你看见了吗？还不跟我一起拿下他！你没事吧？快，趁花玉影来之前，斩断复魂锁。什么意思？满足你的心愿。他们说你闭关20年，是真的吗？那10年前的上元节，你根本没有去苏城，也没有杀我娘，你为什么要冒认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世人对我的指控成千上万，我都不在乎。可你根本不是叶神。谁说我不是？斩断复魂锁，我要去花玉影。为何？她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还能帮我恢复功力，助我夺回叶族。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实在想不到，我为何不娶。可你不想娶她，你不爱她。现在我想娶了。
叶晨渊，你不要这样。这与你又有何干？可我不想你娶她。为何？你为何不想让我娶她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只是这样。况且现在没有剑境，我们也斩断不了复魂锁，不如等先拿到剑境再说吧。斩得了。你不是说没有开封的神剑，如同废铁？骗你的，没有开封的神剑，斩断这根破绳子轻而易举。你骗我！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之前我不想，但现在我想。你当真要去华玉营？如你所愿。你们果然在此，我看你们往哪里逃！刚刚是被他强行带走，并非出自本心。现在复魂锁已被我斩断，已是表明态度，接受你的条件。果真如此？白姑娘与我再无瓜葛，与你联姻便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寒木归元石和剑经即可。好，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自当双手奉上。至于白姑娘嘛，她也算我们个红娘，就留在这里好好招待吧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这10几年都恨错了人？叶晨渊不是野神，那他真是为了帮我夺取神剑吗？白小野，你不是不懂我的意思，你是刚好可以糟践我的心意。他是喜欢我吗？你让我娶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可他现在真的要去华玉营，那我和他的这段时日也应该有个了结。那是小人的气息。叶晨渊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之前以为你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可我们的误会已经造成了，是我亲手把你推向华玉营的。我说这些，不是想要怎么样。毕竟，你已经要成婚了，而且你要与仙门为敌。即便我现在不是仙门弟子，也不可能与叶族为友。只是，我们稀里糊涂相交了这么久，总该有个了结。了结。好。我话已经说完，此后你我便都可以放下了。
我平生最恨背着人勾勾搭搭的贱蹄子，没想到还勾搭到我主人头上了。这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就是你们仙门中人的做派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小雨，我们走吧。叶晨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？亦或者情之所至？叶晨渊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又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叶！就凭你！跟我走。小影，放开我！放开！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
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娶花玉影，你是怎么说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影，师尊，你小影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剑开封，斩杀叶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今日的会谈不适合在九重霄，我作为人族的见证人，选择在人界这里进行。叶晨渊代表叶族，师尊则代表九重霄。剑经在何处？还在叶族花雨影那里。小英说你并非叶神，果然，叶神怎么会输给自己的手下？你不也输给自己的徒弟了吗？还想杀了徒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他又怎会当叛徒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今日还能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吗？师尊，那些旧事不提也罢。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师尊的力量，这样，花玉莹便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叶晨渊借机夺回叶族，我们则拿回剑经。小影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他。还不如我直接带着九重霄攻入叶族，夺取剑经。就凭你，还没进叶族就身首异处。你什么意思？师尊，若是你不信，可以拿真意水试一试。叶晨渊，若是我们助你扳倒花雨影，你是否会将剑经交给我们？是。师尊，你来。你夺剑经是为了小影吗？师尊，这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小影？是。叶晨渊来过吗？回大人，并未来过。岂有此理！好，叶晨渊，不管你玩什么花招，反正你一定会来这儿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寻你，都不见你的身影。我准备了一份稀世宝物，要送给叶族的新主人。
夜族的新主人，也是，很快就是我们了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若你乖乖投降，交出我们要的东西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来人！叶晨渊，你这样勾结仙门之人，可没有人会服你。连仙门的执剑人都是。拜见叶神大人！拜见叶神大人！剑经开封神剑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影响神剑开封。此次神剑得以开封，云崖、小莹，功不可没，是为我九重霄的功臣。今后若有任何人对他们二人不敬，便是与整个九重霄为敌。是。仙主，我有要事需要向仙主单独禀报。小莹啊，这是本尊的密室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你有何事要禀报，尽管放心说吧。我在夜族偶然探得，叶晨渊并非夜神，真正的夜神另有其人。对于叶晨渊此人，你了解多少啊？他功力极高，三界能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。但他20年前才来到夜族，之后就一直闭关，就连夜族的事务也不由他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仙友。1500年前，夜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夜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夜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夜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无使用了仙门禁术，
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属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英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3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你根本不是夜神，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幸运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，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坐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
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寻来生涯，真情风雅，好友相思寄不下。遥望红尘间，他似在灯火阑珊。风雨散，一醉世间人。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？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生死亦相随。眷顾你入心扉，沉寂最美轮回。叶晨远，若我真是夜神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杀了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夜神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剑已经开封，请知剑人迎回神剑。恭喜知剑人，喜得神剑开封。夜神之力，众仙皆废。有错，错在本尊。你说过，若我真是夜神，你不会杀我，而是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。没错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哼，你太单纯了。既如此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帮你清理余毒吧？我只是把夜族之毒灌入你的体内。
自从半年前我登上九重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神剑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日。你终于把它交给我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？不可能！那你为何不早日拿回神剑，还助我夺回剑经？那是因为，我需要借助执剑人来帮我开封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把剑给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我本想利用你夺回业祖，拿到剑经，没想到你费尽心思的帮我，还带上你的好师尊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。叶之远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和不得已，你若是再不把神剑还给我，将来无论你说什么理由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看来你真的疯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吧？不会的，你当时中了这一术，所以不会是假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你现在这表情，当真是精彩。你剩下来的半条命，就让体内的余毒来受。小杨，你怎么样，小杨？剑伤未伤及要害，体内的余毒我已经清理。在云顶天山的重创，多半是遭遇巨变、心神俱动所导致的。现在已无甚大碍，我再去配些药。好，你去吧。白小莹，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你屡次对叶辰渊
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。本尊得到消息，叶晨渊通告三界，要与花雨影大婚。云雅，你正好趁此机会夺回神剑。至于白小莹，就在这回月居禁足，好好反省吧。他和花雨影大婚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不要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娶花雨影，我很难过。你是不是喜欢小云？是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叶晨渊，难道我看起来就这么好骗吗？师尊，你是来看小莹的吗？是，我即将前往叶族夺取神剑，我不放心他，走之前来看看。可是小莹已经在休息了，不如师尊先跟我说，我代为转达。常青柔，你是不是有？我去向他学。什么人？叶晨渊在哪儿？我有话要问他。赏我这杯酒。白姑娘，你我相识一场，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事不必勉强，否则伤的是你自己。我偏要强求，有本事你就拦住我。那只好得罪了。教主，放他进来。是。白姑娘，请吧。果然是你，还是来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
叶晨渊，你知道你有多幼稚？这个时候大婚，摆明就是故意给我看，让我知难而退的。越是这样，越证明事情反常。你脸皮已经厚成这样，竟无半点自知之明。要不是为了骗你帮我开封神剑，我早就和他成亲了。那当初你为何不和他成亲？那时我受制于他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们叶族人就是这样的了，前一天还刀剑相向，第二天却甜言蜜语。我们叶族人也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认成王败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做戏要做全套，我不装作赌气，怎能让你深信我爱你？况且，只有和你一起经历了那样的失落和愧疚，你才会助我一臂之力。难道那天晚上，你也是骗我的？当然。你看着我回答。你不敢看我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们叶族女人的男人想抢便抢，但你得先打得过我再说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是输了，他便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一时半会儿估计好不了。枯树退百年了，怎么办？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。我最厌恶的就是卑微的人类，还有九重霄那些虚伪的神仙。你两样都占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那晚，不过为了更容易的拿到神剑，只好牺牲一下我自己。你伤了我夫人，本该以死谢罪。但大婚之日，我不想沾染血腥。你赶紧滚，否则我废了你仙骨。许你共度余生。好，昙花一跃凋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继驰骋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轻弹。夫人，不用理他。我们继续。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一度火阑珊？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隔白夜晨昏。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
你现在感觉如何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，西元少先说，小莹一醒就马上把药给她喝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柔柔，你照顾小妍，我去拿药。小莹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白小莹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白小莹，你真是给仙门丢脸！你去夜族抢亲的事情已经传遍3界了，现在人间又因为你遭夜神洗劫，你还要造多少孽？哎呀！你说话！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想得美！跟我走，去众仙面前认罪，先任执剑人职位。够了！师尊，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。他屡次失职，闯出大祸。师尊，你每次都给他收拾烂摊子，他根本没资格再当执剑人。那你又做了什么？是小莹夺回的剑剑，阻止夜族行凶。他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，你们却视而不见。你们只会盯着他的错处。你们若说我袒护他，好，我护定他了。以后与小莹作对，就是与我云崖为敌。云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看你是已经被他迷了心窍，已经变了个人了。柔柔，送客。师姐们，走吧。小莹，你知道你现在自己的样子吗？你还是我认识的白小莹吗？为了叶晨渊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需要神剑，才能杀死叶神。师尊，我一定会拿回神剑的。如此便好。仙主，小莹虽违规下界，但也是为了夺回神剑，望仙主谅解。作为执剑人，白小莹丢了神剑，此番又是去抢亲，实乃仙门之耻。就算本尊能宽恕他，众仙如何信服？3界又岂能饶了他？仙主，一定有办法可以将功赎罪。月牙万死不辞。你当真愿意救这个弟子？是。好，你随我来。这是仙门禁术3清玉术，可以使你的功力瞬时暴增数10倍。它也会反噬自身，轻则身残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可眼下若想从叶晨渊手中夺回神剑，恐怕也只能以身犯险，方有机会。此前我本想让那白小莹使用这禁术，只是……仙主，我愿替小莹前去夺取神剑。你可考虑清楚后果了？无论生死，云崖定不负所托。
今日来送死的人是你。我今日来，不但要夺回神剑，还要替小樱报仇。你若不爱他惜他，便不应该靠近他。今日，我要让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？看来今日你要葬身此处，我会叫白小莹来替你收尸的。你不配叫她的名字！果然是有备而来。神剑为何会在此？自多守卫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见他。慢着，又要干嘛？对付自己人？永宁仙君，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拿回的神剑，可如今云秀阁守卫森严，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您作为师尊的至亲好友，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请您如实相告。你跟我来吧。他明知瞒不住你，只不过想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怎么会这样？
他为了你，明知道不是叶晨渊的对手，不顾性命使用仙族禁术，独自一人去找叶晨渊拿神剑。失去手臂已是万幸，如今仙识消散，灵力全无，医院也束手无策，日后怕是只能这样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师尊，师尊。师尊，我也说的对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拖累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师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叶晨渊。从今往后，我白小英跟你势不两立，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。叶晨渊，不，叶神，我们又见面。和你师尊一样，都是不请自来。九重霄的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没资格提他。这10年来，我想了无数次我手刃叶神的场景。却没想到，真到了这一天，我会如此难过。叶晨渊，我不管你有何隐情，你我今日都缘尽于此，恩断义绝。我今日便是要替我师尊讨回公道。原来如此。看来我怎么折磨你，你都能保持理智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师尊。原来云崖上仙才是你的逆鳞，不可触碰。是又如何？正好，那我们便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好，今日就让我们一起了结。
叶晨元，你叶晨元，这是哪儿？神境空间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仙主。是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要让三界知道，是他救了三界。姬白，愿意化身剑精，随我而去。我愿意。哇，看我们探神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神女的宅院？让人进去啊！神女，神女，快出来！神女快出来！这就是神女吗？跟我们长得也差不多嘛。神女快过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对对对，让我们看看你。神女，神女，快过来！莫非你干什么？我还要看神女呢！胡闹！她根本不是神女，而是不祥之人。她的体内住着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夜神，凡是被她触碰的人皆会丧命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跟我走。莫非，快走！还要跟快跟我走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以后再也不许来这里。夜神容器的来由竟是如此。师尊说过，辉月居曾禁锢过夜神，原来是他。神，他就是体内封印着夜神的小畜生，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。我要打死他，替我爹报仇。夜神就是九重霄的爹，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这是个小畜生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你小畜生！他的血剧毒无比，我们留在这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走，快走！既然我是不祥之人，那干脆……到底要怎么样才行啊？这下肯定万无一失。这么多毒药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我
啊？160次了，看来我这辈子都成功不了。为什么？顽固臣，别东张西望的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得责罚你了。我还活着。竟然有人给我包扎！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是你给我包扎的吗？是我。我看你手腕上有伤口，便帮你包扎了一下。我是派来给你送饭的低阶弟子，名叫婉孤臣，你也可以叫我阿晨。婉孤臣来送饭的，难怪能进来。他们没有告诉你我是什么人吗？大体说了一些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为何还要救我？因为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一个人，今日好不容易见到了，自然不忍心看你独自一人倒在血泊中。对我好奇的人很多，来看我热闹的人也不少。你和他们一样。看来你恢复的还不错，赶紧吃饭吧。虽然已经凉了，但好歹可以保存些体力。这么殷勤，难道是在饭菜里下了毒？仙甲界包扎，让我放松防备，然后再趁机将我毒死。不过，虽然痛是痛了点，但也能吃，试试看。你没有在菜里下毒？我为何要在菜里下毒？我说了，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人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那饭我也吃了，话也说完了吧？你可以回去了吗？你说的对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不然一会儿他们找不到我，又该念叨。我先走了，我明天再来。说什么不会伤害我，都是假的。过不了2天，你就会原形毕露。
给你，我刚摘的水果。你若以后还是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那我不会吃的。那我便放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想吃了便吃。微微的烛火把眼映成窗影，我见你含羞低眉，神态徐徐，三分的酒气，却有九分醉意。我看繁华尽去，只剩孤影。斜月上前有耳音，人却在那刻最近。我不知怎忘怎记，自己自己。相牵着一轮暖云，双手举起月随机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斜月上前有满云，人却在那刻最近。我不知怎忘怎记，自尽自己。相牵着一轮暖云，双手举起月随机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别人都不乐意做这个活儿，觉得害怕。你倒稀奇，这些年一天也不落下。你单纯善良，并非他们口中说的那般危险。这人的相貌怎么同我一模一样？他也住在辉月区。为什么我脑中突然有了他的记忆？好痛苦，好难过。你要是没吃过饭的话，就留下来一起吧。我只带了一副碗筷。那你就陪我吃。你们低阶弟子有多少人？大约有300多人吧。那你们每天都做什么事儿？一般来说，修习仙法即可。但像我这种极个别的，就需要清扫各宫殿的地面，还要浇花、焚烧垃圾，还要给仙君仙主换洗衣服。那你每天肯定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。嗯。你跟我说说。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我说个跟你有关的。好。前段时间神剑试炼大会，紫离仙君拿了第1，但是神剑没有认他为主，仙主甚是烦恼，要继续选拔执剑人来守护你。守护我？嗯。算了。如果非要人守护的话，是你的话，还差不多。我？开玩笑的，你不过也是个低阶弟子。也对。
外面的世界。要是能去看一看就好。如果你真想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这辉月居四周都施了法术，你们能凭仙牌自由出入，我可不行。除非那个人亲自过来，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把我带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祖上曾经受过兔妖的恩惠，教了我狡兔三窟的空间法术。别的我不会，但这个我是从小就学的，我可以教你练习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我的体内……算了，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。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原来九重霄如此壮阔华丽。那是自然，这里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修仙之所。西元上仙，我看着你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她是我小妹，名叫阿奇，因是早产，所以不会说话。她是新来的弟子，此前并未与仙子见过。想来是我记错了。这里仙子太多了，我带你去人少的地方看看。嗯，走。好美啊！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。以后你想出来就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谢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漂亮的美景。不用谢。不知道婉孤城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站住！往日经常来送饭的那个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是临时被安排过来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婉孤城，婉孤城，婉孤城，婉孤城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跟你去送饭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他们竟然还没走，你赶紧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！我既然都来了，我就不会在这种时候退缩。王孤晨，我就说你这阵子不对劲儿，果然被我抓到。这是哪个低贱的小仙婢，居然和你混在一起？也对，都是低贱之人，干得出这种事儿。子睿，你住口！平时欺负我就罢了，我不允许你侮辱他。
管泽瑞，他是你？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一个天生不祥的灾星！要不是皇爷爷仁慈，你凭什么和我一样被送过来修仙？你既是他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欺负他？呸！他就是我们晚风国皇家的耻辱！给我上！没事，他们走了。你是第一个出来保护我的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就当是你这些年给我送饭的报酬。不过，他既然是你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待你？从小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不祥之人。陛下，我晚风国从未被夜族邪魔侵犯过。如今小皇子刚出生，便引来夜族，以致痛失我朝太子和太子妃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是啊，刚刚出生就出这种虫，真是不祥之人呐！我给他种下了心魔，无论以后他是何身份，多大本领，身在何处，都会永远怕狗。害人精！讨厌鬼！害人精！害人精！害人精！这个灾星！所以，你的父母都是被夜族所杀。万孤城，我的体内就封印着夜神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自从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我一样被视为不祥、被抛弃的人，我瞬间就觉得不孤单了。所以我才一直想要见你。至于夜神，那又不是你的错，我不会把仇恨转移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这个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。我害怕的时候，总感觉她在保护我。我现在将它送给你，这样，即使我不在的时候，也有它替我保护你。我一定会保存好的。要是有人发现你跑出来就不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我商议好便去找你。那一言为定。
等很久了吧？没有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漂亮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说你的血会让花枯萎，我又偷偷学了一个小法术，只是还不是炉火纯青，维持不了太久。我很喜欢。那你以后要经常给我编这么好看的小花。你喜欢，我就给你编。白一夕，没想到你真的跑出来，触犯仙规。啊，你果然是那个妖怪，难怪你俩搞在一起。妖怪配丧门星，哼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在仙门10几年，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你难道不知道你是上古邪神的凡胎容器吗？你到处乱跑，若是放夜神跑出来危害人间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又不是我要危害天下，也不是我想当夜神容器的，凭什么要我承受这些？你竟说出如此冷漠自私的话，心中毫无慈悲大义，枉费仙主饶你一命。既然你敢做出罔顾3界生灵安危之事，那便留你不得。阿晨，你没事吧？一夕，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一心，不要被夜神控制。一心，一心，快醒醒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。哎，还打瞌睡呢？你知道里面关的是谁吗？是封印夜神的容器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夜神。打起精神！如此可怕之人，却分到我们看管，真是晦气啊！造化弄人，多年来，九重霄一直未能选出合适的执剑人。然而夜神蠢蠢欲动，妄图打破封印。当务之急，是从仙门弟子中选出符合神剑心意的执剑人，护佑封印，守护苍生。是。
是你在陪着我吗？是我太弱小，没能守护好你。先主说要选拔执剑人来守护封印，一心，我要为你成为执剑人，我一定要守护你。这么好看的血迹，只可惜你不在我身边。众仙恭迎九重霄新任执剑人晚孤臣。都说了我不吃了，拿出去。阿晨，阿晨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偷跑进来的。一心，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九重霄的执剑人了。你果真做到了。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你的封印，就可以说服他们放你出来了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是我母亲留给我心爱之人的玉佩，但现在还在晚风国，你等着我回来拿给你。我等你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晚孤臣，你竟敢持剑进入大殿，果然有谋逆之心啊！当年我父亲身为太子，死于业族之手。你们这些叔伯父，恐我继承太子之位，便大做文章说我不祥。多年来，皇爷手下留情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战神大人，仙主在大殿等您，有事相商。知道了。孤臣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启禀仙主，
这婉孤臣刚当了执剑人，就下界去了晚风国，以仙法在凡间作乱，实属触犯天条。可有此事？并非如此。我去人间，拿回我父母遗物，只为赠予我心爱之人罢了。你可是要去见那白羽溪？正是。那本尊就不能让你们相见。为何？因为白羽溪就是夜神，是3界要除灭的邪物，任何人不得去见他，这是命令。抗命者，视同背叛仙门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成为执剑人，不就是为了守护夜神封印？我为何不能去见他？难道是本尊没说清楚吗？执剑人的职责不只是守护封印，你的使命更是杀死封印着夜神的白羽溪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铲除夜神。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在骗我们！当年本应由作为执剑人的我亲手杀了他，可昔日与夜神大战，我身受重创，功力大减，无法被神剑所认，所以只能选一名新的执剑人来替天行道。现在他身上的封印越来越弱，只怕有一日，夜神就要破除封印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，成为执剑人可以守护夜神封印？因为她是神女的女儿。本尊不忍让仙门得知，执剑人要杀的，就是神女的孩子。可是对他来说，岂非太过不公？是要让夜神破除封印，祸乱天下，你我成为千古罪人，还是为了所有人彻底铲除夜神？你我还有的选吗？不行，我答应了他，要去见他，不然他会担心，会害怕。见完他，有什么罪，我自领。众仙结阵。请执剑人躬身自省。这是仙主特意嘱咐我要送到的东西。婉孤臣呢？他因为忤逆仙主被赐死了，临死前还握着这枚玉佩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他这么好的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不过跟你搞在一起的人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人。他根本就不配做执剑人，活该被雷给劈死。我不信，你撒谎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一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是谁？
这么多年的隐忍，换来的只有最爱之人的死讯。难道你还要继续忍下去吗？你们既然杀了阿芷，那便给他陪葬吧。夜神，好久不见呐！好久不见，长庚仙君。我在这躯壳内所遭受的一切，可还历历在目。若不是你们九重霄苦苦相逼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觉醒。如今你将婉孤城杀了，我便也只好杀了你，就当替这女娃完成心愿。白衣，婉孤城还没有死。什么？一心。仙主无意伤了我，就让上仙替我救治。我是受了重伤，无法见你，才让他们替我转交玉佩。婉孤城，长庚，你骗我！婉孤城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看见白羽溪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吧？他会干出多少生灵涂炭的事情？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只有杀了他，夜神才不会继续危害三界。万孤城，万孤城，你不记得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等他破除了封印，彻底抢夺了白羽溪的身体，白羽溪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动手啊！快动手啊！我不想被夜神夺走身体，求求你，快帮帮我！求你！万孤城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与夜神藕断丝连，注定后患无穷啊！我会带走以西，让他不会再有机会伤人。神剑已封，从今日起，我便和你一起离开九重霄。
们还能去哪儿？我真的很怕夜神会再次出现。别想那么多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哪里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我想去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这里便是你的家乡吗？我还是第一次来人间。喜欢吗？嗯。哎，姑娘，来买束花环吧。啊，这是什么花？好漂亮，之前从未见过。它叫结草花，结草衔环，只为一人。哎呦，这姑娘戴上这花环呀，像仙女下凡一样，真好看。哎，送给你了，我不要钱了啊。这世上只要有一人为我，便是活过，没有白来一趟。哎，你看，听说把愿望写在孔明灯上，就一定会实现。好漂亮啊！走，我教你放。好了。写的什么？不告诉你。那你要先许愿，要闭上眼睛。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来。3、2、1。你刚刚许的什么愿望？白羽兮，平安，幸福。你说，九重霄上的老头子看到我们的孔明灯，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实现愿望？哼，早知道就写个九重霄，滚蛋！这里西面是山，北面就是集市。我把这里买下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微微的烛火把眼映成窗影，我见你含羞低眉，神态徐徐，3分的旧情，却有9分醉意。我看繁华尽去，只剩孤影。斜月上斜有晚影，点缀在
向天际一轮泪影，双手举起我随即，我披越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期。一些，这是我们晚风国名菜。一些，一些，一些。一些，我是阿禅。一些，我要被夜神控制了。一些，若是这样，能让你不那么痛苦，你吸多少，我都愿意。一些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伸出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伤害我的。一些，怎么了？做梦了？没事，只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压制不住夜神的力量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出来，害你受伤。阿晨，我很害怕，我怕我哪天被他彻底吞噬，失去理智，然后就再也不记得我们发生的任何事。不会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。我去开一些凝神静气的药，别害怕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就是他！当时我看见那名女子，他就啊！我好痛苦，快让我咬一口啊！当时夜神就是这样吸走了他的精气，是我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有假。万孤尘，你竟敢把白乙溪那个妖孽带来晚风国，你这是要置晚风国国民的性命于不顾！你果然是个灾星！对呀，就是个妖孽，灾星！就是，明明是个不祥之人，偏偏要回来，回来也就算了，还带了个恶魔回来。我看分明就是存心的。凤凰氏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孙？心眼坏透了！那个夜神啊，十分恐怖嗜杀，你只要跟他多对视一眼，绝对活不过明天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他只是被夜神附了体，他是无辜的。哼！既然知道自己体内封印了夜神，就不该到处乱跑。被他害死的人，那才叫无辜。没错，说的对，没错，就是抓起来，不负责任。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抓起来，再把白乙溪也抓起来，给我上！小川，你们别伤害他！小川，娘，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
体内被封印恶魔好可怜，你们不会杀人吧？我答应你们，我们不会杀人。人呢？一群饭桶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魔气又发作了？一心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可以帮你。一心。